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还是要一起学习 HSK 新的 HSK， 今天要学习的是第4集 Level 4新 HSK Level 4。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这个要学习中文的时候，你一定要开开心心的，不可以愁眉苦脸。老师教过愁眉苦脸，愁眉像这样叫愁眉苦脸 ，bitter face， 好，愁眉苦脸。好，我们学习中文的时候，千万不可以愁眉苦脸哦，愁眉苦脸呢，你就学不好了。你学中文一定要开心，你一定要喜欢中文哦，好不好，各位同学哦？好，那我们看一下愁眉苦脸，老师教过了哦，愁眉苦脸，把它记起来。眉就是你的眉毛，愁眉像这样叫愁眉，苦脸 bitter face，OK，bitter face 哦，好 ，OK， 好，各位同学等一下老师哦，老师先开一下脸书啊。老师要先开一下脸书 ，like turn on my cell phone and get on the Facebook， 开一下脸书，好，老师开一下脸书好 ，OK， 那这个老师啊跟大家打声招呼啊，今天是星期日，对不对？今天是星期日啊，好 ，OK， 来，赛琳，你又是第1名啊 ，Ola。好，还有玉珠你好，还有 Verlin，Hello Verlin 你好哦，还有我们的这个白马，好，白马同学你好，好的，各位同学等一下哦，看一下，好，这个因为这个各位同学，你们还记得梅老师吗？等一下梅老师会来哦。你们还记得美吗？梅老师，之前老师有跟他合作过的 MAI， 梅老师，等一下会来哦。好 ，OK， 好，还有王和同学你好，好，梅老师来了哦。各位同学，等一下要跟梅老师说 hi 哦，我们梅老师来了哦。好，Hello， 梅老师。你好，大家好。好，梅老师，你的声音很 OK 哦，听得 OK，到声音。好，好，各位同学还记得梅老师对不对？其实梅老师上次您跟我一起上课之后呢，反应很好，有很多学生啊告诉我说您的中文说得很好，而且也教得很好哦，所以谢谢同学们得到大家的认可。对，好，刚刚梅老师说的是谢谢得到大家的认可哦，老师打给你们看，得到大家的认可，like 这个英文要说 gain everyone's recognition，好，OK，好，得到大家的认可哦，这个梅老师这句说的非常好，哇，好多同学在跟梅老师打招呼了哦，好。梅老师刚刚说的是很高兴 ，she is very happy 得到大家的认可 recognition，OK，honored by all of you，OK，好，得到大家的认可。哇，你看梅老师你好受欢迎啊！玉珠说很高兴再次见到您，梅老师啊，是我们，太棒了，对啊，我们只能一周见一次哈。对啊，1周见一次。哎，梅老师啊，那你明天有没有空？我明天有空，就是如果你是也是这个时间，但是，我要去接孩子，3:30。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所以对你周一到周五比较忙，因为你要去接孩子，对不对？You need to pick up 对 you need to pick up your kids， 接孩子。哦，这样对，子。因为这个明天的话，本来跟我合作的婷老师，他身体有一点不舒服，所以他跟我请2天假，所以周一周二他要休息。他带孩子太累了。
我也是要带孩子，我要带2个。对呀，他好像也是2个，而且他孩子对还小，那他带的太累了，他有一点不舒服所以他跟我请2天假。这个带小孩最累哦，照顾老公更累哦。我老公倒不要我照顾，还好。真的啊，听老师跟我说，她老公啊，照顾她老公是最累的事情。那这样你老公还不错。我老你老公现在都把孩子带出去了。真的啊，那你老公很体贴啊，你老公对，在英国的男人比较 gentleman，然后他们，都是，他们说，就是要我这个时间是属于我的，然后他把孩子带出去了。所以他知道您要跟我直播，对不对？所以他就把孩子带。对，哇，你的老公人他真好。上次我老公也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因为他不懂中文，我啊，教他，他学不会。然后呢，他看到这个中文，我说这些学生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没错。然后他很开心。他对啊，他支持，对啊，我觉得你老公真的很 gentleman，很体贴哦。知道你是，现在在直播，还把小孩带出去，这个很负责的一位先生哦，很负责的先生。好，那各位同学，我们就不跟你们打招呼了，太多人了，好不好我们就直接上课吧。我刚才还看到这个有个人说想跟我说学习广东话。那么我看到了，Yusuke 对不对日本来的日本来的朋友，我想学习广东话。哎呀，不错，我说了一句广东话。我觉得广东话太难了，上次梅老师教的我全忘记了。上次教的是唔该，唔该，谢谢，是不是？唔该，谢谢，非常好。好，各位同学，你们要学广东话哦，唔该，谢谢的意思哦，唔该。那你们如果想跟梅老师学广东话，你们自己去跟梅老师联络了，好不好？好，因为李朝老师觉得广东话太难了，学不起来啊。好 ，OK， 那梅老师我们就直接上课吧。好，可以。好的，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新 HSK 第4集终极词汇我们今天要学5个词。好，那梅老师麻烦你帮我们练每一个字念2遍，好不好？ OK， 好，编第一个，编，好，第2个辩论，对，辩论，好，标志，标志，好，表情，表情，好，表扬，表扬。好，各位同学，这一些词都有一点点难，所以我们今天慢慢的来学习这些词有的也蛮重要的我们来学一下。好，各位同学，我们先看第一个词，叫做编。编，好，基本上basically 编的意思是 to edit， 也就是我们学过的编辑编辑，它的意思可以是编辑的意思所以 actually it means edit，OK， 编辑。好，那平老师不是，对不起，梅老师，梅老师，麻烦你念一下句子。莉莉和约翰一起编了一本杂志。好，没有错莉莉和约翰 ，Lily and John，这边的一起其实是 together 的意思2个人一起 together do something。好，编了，这个编其实就是编辑了。听了梅老师对不对就是编辑的意思。对，编辑。这个就像梅老师说的，这里的编就是编辑编辑。好，这个编辑这个词我们早就学过了，所以这个编这个字你们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编了一本，好，本就是书的量词major word， 杂志就是 magazine magazine。莉莉和约翰一起编了一本杂志。好，这个梅老师我觉得编这个字还有很多别的用法，所以我们大概跟学生稍微介绍一下。那我这里要请梅老师稍微念一下这2个词汇第一个叫做编曲。好，
梅老师，你的声音稍微小声了，听不太到。编曲，可以了，谢谢。好，编曲对不对哦？那另外一个呢，梅老师？编剧。编剧。好，梅老师，你觉得这两个词常不常用啊？这个是看场合吧。对，没错。嗯哼，对，像要看场合，在哪个对场合要用哪一个词语。对，像编曲哦，这个曲有点像歌曲或音乐的意思哦。对，编歌曲、曲的曲，音乐，歌曲像 song 或音乐 music。So 编曲 means compose music or compose a song。编曲，各位同学有没有看到这个图？这个人啊，他在编曲啊，他在编曲，like compose a song 啊，这个人他在编曲。那因为理查老师不会编曲，所以啊，老师看不懂这些符号哈。好，梅老师，你对音乐，你喜爱音乐吗？一点点，这一点点。个叫做五线谱。哦，这个叫五线谱。对，那这五个线谱。对，就是五线谱，就是编曲的时候会用的，我们说符号，对不对？哦，或标志哦，符号或标志。那这个我们叫五线谱。我觉得这个梅老师说的这个，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哦，叫五线谱。我写给大家看一下。好，五线谱哦。好，好，这个我们叫五线谱啊，这个图里面的这个图叫五线谱。编曲的时候会用到五线谱啊，五线谱。好 ，OK，那这个是编曲啊，编曲。那编剧的话，梅老师，编剧是什么意思啊？编剧就是比如说要编一个故事的这样子就是make one story，就是编剧把这个故事改编成就是编成一个电视剧的那种的。没错哦，这个编剧就像梅老师说的，make a story，make up a story。你要编一个故事出来。那一般编剧的故事是用在电影上面的，especially for movies，或者是电视剧 or like dramas。所以编剧就是你写一个故事，然后用在电影上面 for movies or for TV dramas，这个叫编剧 screenwriter。所以梅老师，编剧是不是一个职业呢？是一个职业。对，他编剧就是一个职业或一个人，这个人的工作就是个编剧，他是一位编剧，对不对？他的工作就是写故事，然后可能让电影去用，或者让电视剧去使用。这样的人，他的工作 job 就是编剧啊，编剧。好。这个曲是编曲应该是三声，我好像把拼音打错。对，是三声。我刚才读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OK，这个因为在我们这边用的不是拼音，所以我有时候拼音有点看不太懂。编曲拼音就是有点难，尤其是对外国人来说，对，特别难懂。这个声调很难。哎呀，声调是中文最难的了哦。编曲，同学老师就是对变一个声调，它就是不同的一个文字了。没有错哦。好，同学们，我们要编曲三声的哦，编曲。好，我刚刚发现有同学有问题哦。这个梅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若琳的问题？好，女生喜欢编了他们的照片，让他们的照片更漂亮。这个怪怪的，对不对？编了可以说是修饰或者装饰或者修改。对，或者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修图，是不是？修。不过这里不能用修图，编辑吗？对，叫修改可能好一点。修改会好，对。若琳，你就用女生喜欢修改他们的照片哦，女生喜欢修改他们的照片哦，照片。好，这个我们用编了。这个那字也不用，这个对，那让他们的照片更漂亮，就是说女生喜欢修改他们的照片，
让他们的照片更漂亮，变得更漂亮，变得更漂亮 ，like become more beautiful， 那个会更好。好，若琳知道了啊，我们用修改他们的照片，让他们的照片变得更漂亮哦。好，理查老师每天编中文课视频，梅老师你觉得这个句子怎么样？这个视频我们好像不能编。对啊，视频我们用什么制作？就是直播，直播播视频。对现在对我们如果是直播的这种方式，我们就是播视频哦，用播的用播的，或者是视频，那就是如果不是直播，就是录视频你可以说录或录制，对不对录制视频或录就可以了好，视频就是影片的意思了视频就是说理查老师每天录制中文课视频。对录制视频，理查老师每天录制中文课视频，这样就可以了录制。对，好，录制好的，好，那这个梅老师再麻烦你念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词平常会接触到所以学生们应该要但是用的不多。对，好，编曲、编剧。那这个编曲的人或编曲的这个职业，我们是不是叫编曲家吗？对不对？编曲家，这个叫做我们不叫做编剧家，叫做作曲家。作曲家，对，我们叫作曲家。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job, then you can say 作曲家。其实我们这里也说作曲家作曲家。甚至 if you can write, you can compose music, you can write lyrics。我们说作词作曲家也可以作词作曲家也可以。我们说作词作曲家。Like you can compose music, you can also like write lyrics 作词作曲家或作曲家也可以好，那我们这个 verb 动词是叫做编曲这个 verb 叫编曲这个 verb 叫编曲我把它写好了，编曲。好的，编曲好的，编曲还有编剧。好，这个平常可能会看到类似的词汇了好的，编曲。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再来，等一下好，那我们看一下第42个词汇，叫辩论。辩论，对，辩论的话就是两个人在那，你们看这个图就知道了。这两个美国总统他们在辩论。这两位美国总统 American presidents 在辩论 debate， they are debating， 所以这个辩论就是英文的 debate 辩论，两个人有点在 argue， 在 debate。好，那梅老师麻烦你念一下句子。这场辩论相当精彩。好，这场辩论相当精彩。那梅老师，我们这边特别提到的是辩论的 major word， 就是这个字，对不对？场场，特别是用在像这种 debate 辩论的词上面我们还可以说这场雨，对不对？这场雨加，我的拼音又打错了吗？加，他想要看一下加的拼音。加的，不过我刚刚那个加已经消掉了已经没有了。好，没有关系，这个加没有关系了，好的，那这个这加的拼音应该是加，就是这样的一个拼音加，对，一声的，因为老师刚刚忘记改了老师那个拼音常常那个忘记改它的 tone 好，辩论，这场辩论，其实我们也常常说 like this rain， 我们可以说这场雨，对不对梅老师，这场雨，或这场大雨 like this rain， 这场雨，所以场这个 major word 比较特别一点比较特别。好，场各位同学，辩论的 major word， 请你们用这场的场，这场辩论相当
精彩。梅老师啊，精彩是什么意思啊？精彩的意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是很好看就也很是对，用一个简单通俗的词语就是很好看。很好看，然后很对棒，你很喜对，欢，很棒，而且它很有内容，所以你觉得很棒就是哦。你看的这个内容很丰富，就是对，你感兴趣的，你就会觉得很精彩。精彩。你可以说这部电视剧很精彩甚至你可以说 your life， 你的人生很精彩，right？Your life 对 is fabulous. Your life is exciting and fabulous. 你的人生 your life 很 is 嗯对，你的人生很精彩，表示你的人生很丰富，你的人生很充实你的人嗯生很棒的意思，很好的意思这个叫精彩，非常棒，非常好，非常充实的感觉这个叫精彩。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好，那这个梅老师，我们给学生们一个考试好了，因为辩论这个词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我们今天先让同学们练习一下名词的这个用法所以我这里有一个题目要让他们重组一下这个词语好，那先麻烦梅老师先念一下我们的这个词。好，丽丽好，了好，辩论好的，这场好，参加参加，好，丽丽了辩论这场参加。好，各位同学，请你们把正确的 order 顺序写出来。这个辩论是可以当名词的好，哇，好多同学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好，我们看一下珍珠的答案。好，梅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珍珠的答案？丽丽参加了这场辩论。正确，很棒，丽丽很好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纽曼的句子好了，看他写的对不对。丽丽参加了这场辩论对。不过我觉得 Verlin 这位同学很有意思，他写了2个答案。林老师，你觉得他第2个答案可不可以呢？丽丽参加了这场辩论。第2个答案是这场辩论丽丽参加了，都可以的，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不过第2句比较口语一点，比较 casual 一点那第1句是比较一般的说法。第2句我们听得懂，我们听得懂我们是听得懂的，没有什么问题Verlin， 你的第2句也是可以的不过第1句是比较一般会说的一般会说的。好，宋角问了一个问题，田老师你觉得呢？不是，梅老师你觉得呢？没关系。辩论和激烈讨论的意思一样吗？这个相近。对，其实宋角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辩论有时候你会很激烈的在讨论一件事情。对，不过宋角，我觉得辩论是一个比较专门的 specialized 的词汇，它就是那个活动。辩论就是那一种 debate like competition or the activity， 辩论就是那一种活动。那你激烈讨论可能不一定是在辩论，你可能是2个人在说一件事情，说的 like very emotional， 很激烈的。You talk about a topic very emotionally。那辩论 is a debate. This is an activity. This is like a competition. 所以宋角这个2个意思很像了很像。不过激烈讨论的时候，你不一定是在辩论不一定是在辩论好这个同学的句子我觉得蛮好的耶。明天有一场辩论比赛。对，很棒的句子。明天有一场辩论比赛。哇，同学们，你们都会用辩论好，那我们看一下辩论，其实梅老师，辩论其实也可以当做动词，对不对辩论也可以当动词。好，那梅老师，麻烦你念一下我们的这边的词汇。了起来，好，辩论，好，门，好，学生，好的，
在教室里。好，那各位同学，梅老师已经帮你们念了这个词汇了。你们觉得这些词要怎么放才是正确的呢？了起来，辩论们，学生在教室里。好，我们正确答案要怎么放呢？好，各位同学，你们把答案写出来。然后我看到有一位同学，叫这个 Gigi 的同学有一个问题，这个梅老师，你可不可以帮他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争论和辩论有什么区别？争论就是两个人为一件事情，他会争吵起来，对，就是争吵起来。They fight, 但 they 是，argue. 对，但是这个辩论呢，就是我有我的观点。其实这个对，争论也是，双方各持观点。但是这个辩论呢，它就是说起来就是比较斯文一点、gentleman 一点的。好像这个辩论就是大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像在我说我的观点，他说他的观点，然后彼此有点在交流，在这个其实辩论，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活动性的一个词汇，好像大家就坐在一个地方，然后两方 two sides 两方开始针对一个主题讨论起来，这个叫辩论。争论有一点 like argue。好像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我的才是对的，你的是错的，你的是错的，我的才是对的，这个是争论比较争论 ，like argue or fight, argue or fight。辩论就是辩论，还就是以举例说明一个事情的真理，这个意思，对，就是这种的意思。辩论通常会有一个主题，辩论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 topic。然后大家针对这个 topic 去辩论，比如说上学应不应该穿制服，这个是我辩论的主题。然后就会有两方，这方说我觉得上课要穿制服，另外一方说我觉得上课不应该穿制服。他们两方就在辩论 ，they are debating about the uniforms。OK。所以这个叫辩论，通常有一个主题像比如说上学该不该穿制服之类的主题，这个叫辩论debate debate。好，哇，各位同学已经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已经把刚刚的答案写出来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不是王和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欧同学的答案。梅老师，你可不可以帮他念一下？学生们在教室里辩论了起来。好，没有问题，这个是对的，没有问题的。对，这个了起来好像有一点是开始做一件事情，已经开始了，对，已经开始了呀，已经开始在做一件事情了。It's like like doing something right now。了起来 is like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right now。所以各位同学，辩论了起来 means you are debating right now。了起来 is like you're doing something now。OK， 好，了起来好，哇，大家都答对了，好厉害哦。那佩佩猪的这个麻烦我们梅老师念一下。学生们在教室里辩论了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跟刚刚是一样的哦。那梅老师，我每次看到 Verlin 同学的答案，我就觉得他很有创意，他每次都给我们两个答案，所以梅老师，你看看他们两个答案对不对？学生们在教室里辩论起来。在教室里，学生们辩论起来，其实都是很好的，都可以他只是把这个地方对不对对，这个地点的名称换到前面去了。对，其实都可以。我觉得两个句子都没有什么问题。在教室里，学生们辩论了起来。这个句子我想问题也不大，也可以的也可以。好，这可以，这就是就是当人家问你，当人家提问，他们在哪里辩论？在教室里辩论对，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特别强调 stress 那个地方，对不对？特别的强调，特别强调这个教室里这个地方。好，很好 ，Verlin 你很好。
好的，那各位同学，我们再往下看哦。如冰，你的句子怎么那么可爱啊？和白痴辩论辩是论没有没有意义的。好，OK，好。你的句子没有什么语法的错误，是 OK 的哦。好，对，只是这个白痴是带有贬义的，非常的贬义，就是白痴是说这个人就是这个人的知识量不是很多，然后对，认为这个事情跟他辩论起来就是真没有用。的是没有意义，没有用，怎么对，辩论都辩论不通，说不通。对的哦，你跟他怎么讲，他都不懂哦。那对，不过各位同学，这个如冰用的这个"白痴"啊，其实是很强烈的一个词语哦。那用出来的话，其实是比较这个强烈，比较批评，不礼貌，批评人家对的很对，笨，笨的跟 like idiot 哦，英文叫 idiot，白痴就是 也 idiot。那其实人家可能听了会有点会生气，对不对？就你怎么骂？是说嗯，说这一句话，写出这一句话的人，可能对那个人就是有点不太喜欢，偏比较见不喜欢他，生气，对对他的这种行为，可能就是对，这样用的白痴。白痴，一般我们如果不要跟他辩论这个事情，觉得他辩论不懂呢，我们不要太用边际的礼貌性的，我们尽量就是不跟他交谈。就对就不是这样，要跟他说话就好了啊，不要跟他说话对，就可以了啊。好，要不就是换一种方式，礼貌一点的。我觉得就是比如说这场辩论就是没有意义或者哦说这场辩论呢，你觉得是这样要不我们就是你回去看看资料吧，就是把比较这个婉转话题给一点，对嗯，婉转一点，岔开一点。如果你对，要说白痴，那会令对方很不舒服，很受伤。他会对很受伤。然后他会觉得就是，你很针对他的那样。你应该不喜欢我，你才会骂我白痴。哦，你对对我有对对，偏见，你才会骂我是白痴啊。哦，所以各位同学，就像梅老师说的，你可以说这场辩论会没有意义 （meaningless），没有意义哦，或者是我不想跟你说话嘛。其实就说这场辩论会没有意义，或者你就不跟他说话就好了哦。就是对，你就不要说话了哦，不然呢，你骂人白痴，其实人家有时候会有点伤心，对不对？哦，好，没有我对问题。方也是不礼貌，就 bang 打过去。哦，可能你们会 fight，你们会打架，你们会真的 fight，physically fight。OK，哦，好好的，那这个梅老师，我们进入到第43个词汇哦，叫标志。标标志，因为也标志是这个名词 symbol, sign or mark。麻烦梅老师念一下我们的句子。枫叶是加拿大的标志。好，枫叶 like maple leaves， 叶就是那个叶子，一片一片的叶子 leaf 啊，枫叶就是 maple leaf， 我们说枫就是 maple 啊 maple leaves 是加拿大 Canada 的标志哦。枫叶是加拿大的标志。这个梅老师啊，在这里标志是不是比较像象征的意思呢？对，就是一个象征，就是它就是一个象征。也其实标志啊，它也有象嗯，征的一个意味在里面就啊。是一个特征的记号，一个特征的记号，或者没错，是某种特征性的。或者是代表某一个事物的一个 symbol 啊，代表某个事对对对对对，哦。就像是好一个 logo 一样。呀，一个 logo 对不对？哦，很好。对，这个标志我们可以把它在这里哦，你可以换成象征 symbol 的意思哦，象征。所以你可以说枫叶是加拿大的象征 ，like a symbol of，a symbol of。好，那这个各位同学，你们国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志呢？这个梅老师，你觉得中国的标志是什么？中国的标志，天安门啦，很好，天安长城门、啦，长城，对对对对对。对，好，我把它打出来。哎呀，中国的象征太多了，天安门、长城应该是最典型的是长城啊。
对，有句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非好汉，对啊，没有错。好，中国的长城呢，就是长城就是中国的标志，天安门是中国的标志哦。哦，这个好棒哦 v e r l i n 哇，梅老师你念一下好了啊，好棒的句子，龙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对，棒 Dragon， 对，哇，我对觉得这个 v e r l i n 这个句子让人觉得很温馨的感觉，很棒的感对对觉，对，特别好。好，那这个各位同学，理查老师给你们一个句子哦，像纽约的标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的 Statue of Liberty。那是中文怎么说呢？这个梅老师，你可以帮同学念一下纽约的标志。自由女神像是纽约的标志。好，大家都知道自由女神像，对不对？就是 The Statue of Liberty，就是拿着火炬的那个雕像哦，很有名的一个雕像。它在纽约，所以自由女神像是纽约的标志。我就知道各位同学开始写自己国家的标志出来了啊、哦！你看，像宋角，哇，这个梅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宋角的句子？金塔是缅甸的标志，大金塔是缅甸的标志。哎，这个我真的还没有去过大金塔，应该是很漂亮哦。好，来，日本的标志是什么呢？梅老师，哇，富士山是日本的标志，对，哇，太棒了！大家都知道富士山。看到富士山就想到日本，所以富士山是日本的标志。哇，我觉得这个实在也很可爱。熊猫是中国的标志，可以这么说。没有错，除了中国四川有熊猫，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是特色，它的象征啊、特色象征。好，唐三彩啊，这个应该是类似那个釉那个对这个这个瓶子里面这个瓦瓶里面的一些图画的一些图，也算是了哦。对，唐三彩也算是中国的象征，因为只有中国的标志，只有中国才有哦。哇，其实梅老师，我们从同学的句子发现了，他们国家有很多特色，有很多象征。像这个句子，喜马拉雅是尼泊尔的标志，这个可以说是尼泊尔，但是在尼泊尔它不叫喜马拉雅。我有看了资料啊，我可以去拿我的笔记本过来吗？哦，好。很快。熊猫是友好的标志。若琳可以，不过你用象征会更好。其实啊，理查老师比较喜欢象征这个词哦，象征也不错。大笨钟是英伦这个这个好像我们叫大笨钟，不是笨钟而已哦，大笨钟哦，大笨钟哦。标志可以当动词吗？可以，但是对，可以当动词，但是很少用。标志大部分是名词哦。好，埃菲尔铁塔是法国的标志，哇，没有错。对，大家都知道。好，吴哥窟是柬埔寨的标志，大家都知道吴哥窟。好，很好，你们都会用了哦。好，那梅老师，我们说回来，刚才他的那个喜马拉雅是尼泊尔的标志，但是喜马拉雅它的北峰在那个中国，南峰在尼泊尔，它不能说是它的一个标志，是一个最高是喜马拉雅应该说是这个山峰的一个标志。应该是这样说，标志应该是全部是一个国家独有的。对，一个国家独有的，其他的地方没有的，这个才叫做标志。所以这个像有的地方是刚好一半是谁的，一半是谁的，可能就不太算是标志了哦。不过因为据我所知，喜马拉雅山好像是要从尼泊尔进去，对不对？它的路我还特别查了一下资料，我之前这个它是
就是在尼泊尔这边进去呢，南面爬上去这个珠穆朗玛峰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在台湾称作圣母峰哈，母峰对，中国叫珠穆朗玛峰。它如果要登上这个高峰，世界上最高顶峰的时候呢，它就是说从尼泊尔这边爬进去比较容易一点，现在就是这样子。但是在北峰这边是在中国的境内，它也可以爬上去，但是呢，环境稍微比尼泊尔的南峰要恶劣一点。比较不容易进去哦。好对，，OK，好的，那没有问题。OK，那其实这个彩杰其实也都 OK 啦。我是觉得说，不是说这个句子不对，但是呢，语法上是对呃，的。对，对，比较像这个，我知道尼泊尔是佛教的发源地，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句子改一改。呃喜马拉雅是尼泊尔和中国友谊的标志，这样比较好一点。友谊或友好的标志都可以，对对吧？对对，这样好一点。友谊或友好的标志。好我觉得这个句子不错。寿司是日本的标志，好想到吃。寿司就想到日本，很好啊。青霞，你的句子很棒。对，莲花是越南的标志，哇，也不错。嗯，猫头鹰是缅甸的标志，真的啊？这个我真的不晓得哎。我也不知道。哇，从同学们身上我们也学到好多东西对，哦，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到很多东西啊。台湾的标志就是珍珠奶茶，珍珠奶茶很好喝啊。啊，韩好了国的标志，OK，什么说？泡菜吧？想到韩国就想到泡菜，泡菜啊。对，泡菜。好，OK，好有意思啊。好，那这个我们再往下看啊。好，那其实我们还有一种标志是叫交通标志，对不对？交通标志。那这个梅老师，麻烦你念一下句子。开车时请注意交通标志。好，开车时就是 when you drive a car，when you drive，请注意，注意就是你要很小心，你要careful。对，你要 like pay attention，你要 notice 交通 like traffic sign traffic sign 就是交通标志。那老师已经有给你们看这个图了，这些都是交通标志这些都叫交通标志 traffic sign traffic sign 交通标志好，我真的很想喝奶茶，口渴了口渴了。好，那这个梅老师。我发现有一个词汇是学生比较容易会搞错的那我们就往下看一下，就是我们英文这个都讲 sign， 不过这个像各位同学你们在图这边有看到这个 sign， 我们不会讲标志吧？这个梅老师我们要怎么称呼这样的东西？这个招牌我们应该说是 local。对，这是 logo sign， 就是像公司或店家。like a store， 它的外面会放招牌，像 logo 这种东西招牌。所以这个梅老师，你们那边也说招牌嘛，对不对？对，但我就是招牌，这个招牌呢，就是比较口语化。所以你们那边说 logo。其实在书面上面说，比如说这个 KFC 或者是麦当劳的这个 M， 应该是说广告牌这个 logo 就是 logo 之类的好，所以这个不过各位同学，这个我们就不能叫它标志咯，对不对这个就不是标志了吧这个招牌我们这边会讲比较有特征性的对，比较像是一个牌子那种感觉招牌菜。招牌菜很好很好，招牌菜。招牌菜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店最有名的菜叫招牌菜一个店里面最有名的菜叫招牌菜招牌菜。好 ，OK， 玉佛寺是泰国的标志很好。好多地方我们都不晓得太好了。好，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太叫它标志了啦哦。你可以叫 logo， 其实你讲 logo 我们都听得懂哦，讲 logo 我们也都听得懂哦。好，招牌，招牌，好。OK，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我们看44个词汇叫表情，表情就是我们脸上的 expressions 哦，表情哦，好，表情好，那麻烦一下梅老师念一下句子。丁先生的表情十分严肃。好，丁先生的表情，那表情一般是指你脸上的样子啊，你脸上的，你可能表情是在笑，或在哭，或在伤心，表情就是你脸上的一种样子吧，啊，脸上的样子叫表情，英文叫 facial expression 啊。好，丁先生的表情十分严肃。严肃这个词可能对学生来讲比较难一点。这个梅老师你怎么去解释严肃这个词呢？严肃就是很严谨的一个表情，很严肃。这个严肃呢，就是我不笑，不笑，我也不会生气，但是呢，就是比较有威严的用表情表现出来一种威严。比较威严，表示一种威严。然后你一般我们讲严肃的时候，你是不笑的，你的脸上通常是没有什么表情的哦。就是很威严哦，没什么表情，让人家看到可能会有一点害怕，或觉得不能开玩笑。如果你看到别人的表情很严肃的时候，你不可以开玩笑的哦，你是不可以开玩笑的哦。所以我们就说什么叫严肃？你表现你的威严，严肃的人通常是不会笑的。像老师现在就很严肃，我不笑，我可能觉得我的表情是很有威严，我不笑哦，我像这样哦，这个叫严肃哦，严肃哦，严肃的表情。好，那其实表情这个词呢，我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用法哦，我们看一下。好，那这个梅老师，我们有2种关于表情的一种语法，对不对啊？我们说好，那梅老师麻烦你一下好。他的表情很叭啊，然后也可以说他露出了叭的表情。好，其实这2个句子的意思都一样，就是他的表情是某一种状态哦。那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说他的表情很不满 ，like unhappy， 对，可能对某人不满意、不高兴哦。他的表情很不满，你也可以说他露出了不满的表情 ，like he looks unhappy he looks unhappy。那我们可以用困惑，还有惊讶等等等都可以哦。我们有很多种，开心啦、伤心啦，都可以。那这个梅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用困惑的这个句子呢？他的表情很困惑。很困惑就是怎么感觉？就是不解，就是有很多疑问，不知道很多怎么办。问号，不懂，不晓得怎么办哦，很多问号，对不对啊？这个叫困惑。好，那这个梅老师，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呢？他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惊讶的表情就是这样，就是惊讶的表情。You're surprised， 很惊讶哦，怎么会这样？这个叫惊讶啊。理查老师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惊讶的表情。你也可以说理查老师的表情很惊讶很惊讶也可以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这边加上你的 emotion 你可以加上 emotion emotion。那这个表情是一个名词表情是一个名词，他的表情很不满，你也可以说他的表情很惊讶，你也可以说他露出了困惑的，困惑就是不懂不晓得好的感觉的表情，你也可以说他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好，这样都可以好。
哇，青霞这个句子好像有一点奇怪了啊。好，梅老师麻烦你一下。这个演员善于表情，善于善于表现他的表情。对啊，善于表现他的表情。这个青霞，因为表情不是动词，所以你要说这个演员善于表现他的感情，他的表情，表现他的，我会用感情其实很少这样用。他这个演员善于表演吗？表现他的表演表现他的表情可以，他就是这个人，他这个演员很呢，丰富，对不对啊？他的表情比较丰富，然后他转换的比较快。比如说他的表情很多种，对，笑，一下子，然后呢，一下子就这样发呆，发呆，严肃发呆，表情很然后快可以一下子就哭了起来，他很快眼泪就流下来。这个是善于表现他的表情。他的表情，他可以很快的表现出很多种不同的哭、笑、伤心哦，他很快的就可以表现出来哦。好，这个句子我觉得很棒哎，梅老师麻烦一下。他说话时的表情很丰富，非常好的一个句子，很棒，这个是非常地道的非常地道的句子哦。好 ，OK， 没什么问题。好，有志的句子要麻烦一下梅老师。对他的事情我不知道要表现什么表情，这可以说吗？可以的。对他的事情，我不知道要表现出什么样的表情。这个句子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很有意思啊。或者是你表现出你困惑的表情。不知道，我不晓得我应该怎么去对这件事情怎么去反应这件事情哦。好，这个不错，这个句子我觉得可以，没什么问题哦。好 ，OK， 表情，他的表情很叭叭叭叭，他露出了叭叭叭的表情，好，都可以。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45个词汇叫表扬。表扬，对，表扬哦，表扬就是有一点你去赞美人家，你去公开的告诉大家说这个人很好，这个人很棒，这个叫表扬哦，这个叫表扬。好，那通常你会表扬一个人呢，表示他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或者是你肯定的事情哦。好，所以我们就会表扬这个人哦。好，那梅老师麻烦一下。成龙得到第1名，老师表扬了他。好，那成龙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做了很好、很棒的事情，那可能老师就会表扬这个人哦。那他得到了第1名，所以老师呢就表扬了他，给他赞美，甚至给他礼物，给他奖牌、奖金等等哦。好，成龙得到了第1名，得到第1名就是他get first place， 得到第1名，最棒的叫第1名。Number one， 对，成龙得到了 number one， 得到了第1名，老师表扬了他 ，OK， 就像赞美他、肯定他的意思哦。好，那我们这里有一些语法哦，就是我们可以说某人表扬了另一个人，你也可以说另一个人得到了另一个人的表扬哦。好，那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我们还是看句子啊，比较容易理解哦。好，这个梅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这个句子？老板表扬了他。老板表扬了他，就是可能他做了什么很好的事情，老板就赞美他，肯定他。那各位同学来，我们现在哦，主语不是老板咯，主语变成他咯。那他怎么样的表扬？好，这里的表扬是名词。那刚刚的表扬是一个动词哦。好，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要怎么去改这个句子呢？你们会不会呢？
老板表扬了他，等于他的表扬。好，各位同学，你们可不可以试试看这个句子要怎么改才是正确的呢？好，哎呀，已经有人会了耶。这个梅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说受到了的表扬？可以，可以哦，两个都得到了或受到了。已经有同学写出答案来了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好，我们看一下谁的答案。我们看一下若琳的答案好了。他受到了老板的表扬，对。可以。好，若琳，你也可以说他得到了老板的表扬，两个都是对的哦。好，彩杰，他得到了老板的表扬。很好，得到跟受到都可以。好，哎呀，彩杰很棒哦。好，得到了老板。啊，对，因为这个同学他只有讲中间那个答案而已了，只有讲到中间的答案。得到了老板。好，那各位同学，我们这一题的答案是他得到了老板的表扬，这就是正确的答案哦。好，听得懂吗，各位同学？好，你们都答对了，可见你们懂这个语法哦。那我们再做一题试试看，看你们懂不懂哦。好的，那这里我请梅老师念一下句子。军人得到了总统的表扬。好，军人就是soldier 是军人，得到了总统 president 的表扬。那我现在的主语不是军人咯，我现在的主语是 president 总统。那我们要怎么改这个句子呢？有一点点难，各位同学你们试试看。我现在用的是名词，怎么把它改成动词呢？我现在是用名词，怎么改成动词呢？好，这边等一下你们要用到动词哦。好，那各位同学，你们的答案写出来了没有啊？哦，哇，好多人写出答案了哦。这位同学的 ID 好特别。好，那个梅老师，你念一下这位同学的答案好吗？总统表扬了军人。这样可以吗？这个句子，总统表扬了军人，可以了哦。总统表扬了军人，很好，是对的答案哦。还有我们的这个wait term， 总统表扬了军人，好的，各位同学，那你要特别注意表扬了。表扬这个词有这两种语法哦，有这两种句型，那请你们要多多练习哦，多多练习哦。好，那这个梅老师，我们5个词汇已经讲完了。我觉得呢，我们再给学生3道题目，让他们做一下。如果他们都答对了，表示他们都懂了哦，表示他们都懂了哦。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第1题。好，请稍等我一下哦。第1题。好，这个，好，还没有啊，还没有。好的，那梅老师，请你念一下第1道题目。辩论编标志他空格了一个假的故事。好，这个他了一个假的故事，这个假的就是不是真的，对不对？是假的，这 fake story。他了一个假的故事。好，各位同学，你们觉得答案是什么呢？这题其实蛮简单的了哦，大家都选 B 编了。不过这位同学写编造了一个，其实编造这里的编就是编造的意思了，有点 make up， 就是这个事情不是真的，是他编造出来的 ，he makes up， 所以这里的编其实就是编造的意思哦。好，我把这个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位同学说编造，其实这里的编就是编造 ，like make up a fake story，make up a fake story 编造。好，那我们看一下第2题。好，第2题一样哦，我们要麻烦田老师、梅老师念一下。
好，等我一下啊。好，麻烦一下梅老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进入。好，这个上面写着禁止进入。好，同学们，你觉得答案是什么呢？这题其实并不难哦，你们试试看。好，哇，标志，C 标志。好的，这个梅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我们正确的答案呢？这个标志上面写着禁止进入。那我们其实要完整一点，应该说这个交通标志上啊，这个交通标志上写着禁止进入。其实你们会这样说？也不用说强调交通标志，其实标比如说志就可以了。有一个标志就是这个紧急出口。对对对，出口的一个标志，不一定是交通上面用的。其实标志有很多种地方都有，它不一定是 traffic， 它可能是只是一个告示一个告示牌，一个 notice， 就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词语，然后上面会写一些字的一个类似牌子啦或什么的东西哦。那这个标志基本上不一定是交通的，其实它可以用的地方很多。也有告示牌的意思标志。这个标志上面写着 No entry， 禁止进入。我发现同学们都好厉害，教一次就会了，怎么那么聪明啊？好，那我们看最后一题咯。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题。好，我们一样麻烦一下梅老师。这场比赛他赢了。好，这场比赛他赢了。好，赢就是 win，赢了就是 win。好，那这题其实也蛮简单的了。好，各位同学，你们觉得答案是辩论还是编还是标志呢？答案是哪一个呢？哇，全部都写辩论啊，好厉害啊！辩论。好，裴静也是辩论 ，Zack 也是辩论，Maria 白马都是辩论。好，那梅老师，你把正确答案念给大家听一下吧。这场辩论比赛他赢了。对，这场辩论比赛他赢了like he won in this debate competition。辩论比赛就是应该是比较正式的场合了真的是两方在比赛咯很正式的一个 like game or competition 辩论比赛就很正式了好的，看起来大家这个5个词汇已经没有问题了。那梅老师，我们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把这5个词汇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好，来，麻烦你了，梅老师。好的。辩论，好，标志，表情，表扬。好，哇，太好了，我们今天上完了5个词汇都蛮重要的，各位同学要好好学习哦。好，那梅老师，这个你觉得我们今天学生的表现怎么样啊？都非常的棒。对呀，而且很用心对，很出于意外的，就是 surprise， 他们的中文非常的好。对，而且真的每个人都很出色很厉害，很出色。那个这个我觉得像这个水平这么高的中文词汇，他们都能够掌握我觉得是蛮厉害的真的很不简单好，OK， 好的。那梅老师，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了。今天特别谢谢你的帮助那我们下星期日还看得到你吧？每个周日是可以的，对，就是我很乐意，很想去帮助你，就是听老师请假这2天，但是因为我们家小孩没有人接送，所以没办法，我很抱歉，跟大家也说一声抱歉其实这个
我是觉得啊，我们一定要以家庭为重，对不对哦？因为啊，家庭是我们这个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哦。好，而且啊，这个梅老师，你老公这么体贴，你当然也要回报人家，对不对？偶尔啊，偶尔是他带小孩，偶尔是你要带小孩，这样他比较轻松一点啊。这样是一般是周日就是他带的，因为周日呢，他是要我要我有我的工作，我也是周日我也有中文班，我自己就是在剑桥的一个中文学校在教中文。田老师在剑桥大学，对不对？有在教中文，对不对？剑桥的。对，我就是周日的一个2个小时所以这个周日是他们父子之间的时光，快乐时光，快乐时光很好啊。好，那这个梅老师先谢谢你了哦。那这个我先跟你说再见，那我来跟同学们道别啊。好 ，OK， 谢谢梅老师喽，拜拜。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课上完了，喜欢今天的课吗？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课，记得帮李朝老师按赞哦。然后呢，这个梅老师每个星期日会来跟我们一起上课。如果你喜欢梅老师的教学方式啊，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帮你们转告给梅老师说，哇，梅老师你教的很棒，大家都喜欢你哦，好不好如果你喜欢梅老师的话 ，comment below，OK，我们要表扬吗？表扬梅老师吗？好 ，OK， 那我们明天继续上课喽，大家晚安，拜拜。